这个国家究竟有多离谱？面积比梵蒂冈都要小10几倍，常住人口呢更是只有5个人。就这么巴掌大点的地儿，居然打败了不可一世的代英皇家海军，还发行了国旗、国徽等一个国家该有的所有东西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它竟然还发生了军事政变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西兰公国位于英吉利海峡一个叫做怒涛塔的废弃人造建筑上，面积约为550平方米，还没一个足球场那么大。当初这个建筑呢是英国建造出来防备德国的堡垒，只不过二战打完了，怒涛塔也就被废弃了。直到1967年，这地儿被英国退役海军上校罗伊看中了。他本来是想着在这个地方搞个电台赚点小钱儿，毕竟那个时候呢可没有智能手机、电视啥的，有电台听已经不错了。可惜的是，英国因为禁止私人建立无线电台，把罗伊的电台给封了，这就让罗伊上校有点小生气。好歹他也是前海军军官，当然知道怒涛塔并不在英国的领海之内，这又不是你的地盘，那我搞这电台你管着吗？想到这里，罗伊突然有个大胆的决定。他先是翻了翻国家法，然后拿起电话挨个问法国、德国等周边国家这怒涛塔是不是他们的领土？德法都被他问懵了，什么玩意儿？怒涛塔是什么东西？就没有听说过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罗伊也松了口气儿，既然是无主之地，罗伊呢也是当即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怒涛塔上面，还宣布自己占领了怒涛塔以及周边的海域，并成立了所谓的西兰公国。你敢信啊？一个刚建国没多久，也就巴掌大点的小地方，居然打赢了英国海军，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西兰公国的建立可把罗伊上校高兴坏了，立马就宣布自己是国王，老婆就是王妃，儿子女儿呢也被封为了王子和公主。既然都是一个国家了，那国家该有的东西那肯定是一个都不能少的。他不仅亲手设计了国旗、国徽等，还发行了专属的西兰币，在上面印上了自己的头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护照国家机构啥的，全都一应俱全。罗伊甚至花了大价钱把怒涛塔给重新装修了一下。正当罗伊在这边开开心心的玩建国游戏的时候，那边的英国对自己门口突然冒出的这个玩意儿是又懵又怒的。啥玩意儿？你是建国了？还建在我家门口？你进贡允许了吗？随即英国海军就派了艘巡逻船，打算驱逐罗伊一家。结果罗伊不仅鸣枪示警，还一个劲儿的往船上扔燃烧弹，把巡逻全给赶走了。憋了一肚子气的英国海军呢，回头就把罗伊给告了。但面对这种情况，法院也觉得西兰公国确实是在英国领海之外，所以对罗伊的行为呢无权干涉。不服气的英国海军还打算用直升机强行登塔，然后把罗伊一家带走。罗伊自然是带领王室顽强抵抗毕竟罗伊也是自己人，英国海军也不好下死手。后来首相威尔逊得到消息，觉得法律上没啥问题，既然他这么想玩，让他玩去算了，反正就凭这几个人也翻不了天。直到英国退走后可把罗伊给牛逼坏了，兴奋地表示这是西兰公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。西兰公国小归小，但惦记他的人是真不少，平时常住人口还不到5个人，居然也会发生军事政变，可想而知这究竟有多离谱。没了英国的干扰，西兰公国也走上了正轨，期间还闲了不少公民其中就有被罗伊命名为首相的亚历山大。本来罗伊认为这位来自德国的教授都愿意加入西兰公国，自己当然也要许诺高官厚禄，以便留住人才。谁能想到，就在罗伊带着老婆出去度假的时候，这位教授加了好几个荷兰人，直接发起了武装政变，还把罗伊的儿子给绑了。听到消息的罗伊立刻划拳雇了一伙雇佣军，直接来了个直升机突降，没2下就收回了西兰公国的控制权，并以叛国罪的名义把亚历山大抓了起来。但西兰公国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，就算亚历山大加入了西兰公国，名义上他还是德国公民。德国自然先找到英国说，嘿，你的人把我的人给绑了，赶紧放了吧。而英国无比淡定地拿出了当年的审判，表示那地儿就不归我管，你看我手里还有证据呢。没办法，德国只能派遣外交官跑到西兰公国谈判，而罗伊反而借着这个机会呢，大肆的宣传德国外交官都来访问了，那德国肯定是承认了西兰公国。而被释放的亚历山大还在德国组建了个流亡政府，专门和罗伊打擂台。如今的西兰公国，罗伊和他的妻子早已去世，王子靠着卖爵位也能轻松月入过10万英镑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为发财的小手给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